此前，一份调查问卷横空出世，在看似平静的中日关系上砸起了重重的水花，再度吸引了两国人民关切的目光。这份调查问卷来自日本内阁。多年以来，日本内阁有一个延续许久的传统，那就是在每年的年底公布外交民意调查问卷。说白了，这份问卷的核心就是调查日本人对外国人的态度，其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最为引人注目。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大多数日本人似乎都不那么喜欢中国人。日本内阁的调查数据显示，仅仅只有 20% 左右的日本人会对中国感到亲切，剩下的日本人不言而喻，要么对中国无感，要么厌恶中国。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这样的比例竟然相较往年已经有所进步。2021年时，该比例甚至还要下跌约 1.4%。而在日本民众里，最不喜欢中国的明显是老年人。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 13% 对中国抱有好感，年轻人的态度较为积极，但依旧只有40%左右，甚至没有超过半数。可见日本人看不惯中国人几乎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。然而，中日两国民众的关系并非从最开始就如此僵硬。2008年，透过日本内阁所发布的数据报告，可以很明显看出，当时只有60%左右的人不对中国感到亲切。与2007年的数据相比，这一数字增长了 3.9%。而当2008年的数据与2022年的数据并列排放，结果显而易见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日本人与中国人单方面的隔阂似乎越来越深。在大多数日本人眼中，中国人恐怕绝非并肩而行的东亚伙伴，而是需要时刻警惕的危险对手。日本人为何会对中国人怀着如此深刻的敌意？说起中日两国的纠葛，在日本眼中，或许只有相爱相杀这个词语最为贴切。也正是这个特别的词汇，造就了日本人极其复杂的中国观。这些观点历经时代的冲刷，最终牢牢镶嵌在了日本人的骨血里，成为了交织缠绕的藤蔓，将历史与现在紧密相连，过往与未来在这里融为一体，密不可分。从日本的视角来看，对中国的单方面追逐堪比一场虐恋。毋庸置疑，古代中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，大一统王朝的荣光如同旭日的光辉一般播撒万里，自然也照耀在了日本的身上。日本向往中国，却又与中国有着天与地的差别。中国幅员辽阔，领土广袤，但日本仅仅只是一个漂泊在太平洋的岛国。当中国的古代王朝踏平四海，征伐各方，引来万国朝拜的时候，日本或许仍然在为了生计发愁。资源的匮乏，难以预测的天灾，人口的拥挤，一切都令大和民族的发展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。焦虑、惶恐、不安几乎如影随形，根植于日本的每一个细微之处。如果说古代中国是舒展而自信的大国气象，那日本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特殊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民族性格，正如那本诞生于2战时期的美国名著《菊与刀》所说的那样，柔美的菊花与坚硬的武士刀同时成为了日本人的灵魂图腾。或许正是因为自身的弱小，令日本处处紧绷，长此以往，慕强成为了日本文化里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所谓慕强，便是模仿强者、追随强者、向往强者。这种情绪犹如硬币的两面，阴晴交织，各有利弊。慕强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出日本人发展的野心，但与此同时，它的另一面势必是凌弱。换言之，日本人眼中的世界，强弱才是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。这与中国向来所主张的和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。因此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日本慕强的对象都是古代中国。遣唐使的传说历历在目，日语中的汉字也说明了一切。儒家的道义漂洋过海，成为了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曾经中国学的兴盛，将日本人的对华友好情绪推至巅峰，一大批文学家的出现，更令中国成为了日本人心中如诗如画的梦想之地。然而，这种情况在近代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时间，中国从强到弱，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评价自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轻蔑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。早在江户时期，由于锁国政策，日本对中国的印象仍较为模糊。但鸦片战争惨败后，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。日本人在惊讶之余，开始思考为自己更换下一个慕强的对象。曾经，朱子学说被列为日本幕府的官学，但后来该学说一落千丈，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不屑。后来，一系列战争的爆发，更令日本确信了自己的观点。另一个大胆的想法也逐渐浮出水面：既然中国已经衰落，那日本为何不能取代中国？当时，日本自视甚高，认为自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，也是亚洲唯一的灯塔与希望。
因此，二战前后，日本的野心急剧膨胀，甚至曾经喊出3个月灭亡中国的荒谬口号。对于曾经的失者，日本的心态相当复杂，既想将中国狠狠踩在脚下，又觉得这似乎远远不够。更要命的是，多年来，日本将这一观念渗透进了国民教育中，甚至让扭曲历史事实的书籍堂而皇之地进入日本学校，成为教材。长期受到这种观点熏陶，日本人对中国的基础态度可想而知。可奇怪的是，一个如此慕强的民族，面对蒸蒸日上的中国，为何仍没有好脸色呢？其实，这与历史的另一重规律息息相关。除了政权的更迭与文化的变化外，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。简单来说，中国经济的崛起让日本民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，这种恐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最终反馈在了对中国人的看法上。想要理解这一点，还得先说说日本的经济创伤。二战结束后，日本经济百废待兴，在这种关键时刻，美国为了更好地控制亚洲局势，向日本伸出了援助之手，令日本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再度腾飞，创造了辉煌的黄金年代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经济过热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泡沫，而当泡沫崩溃的那一刻，日本经济势必彻底陷入低谷。因此，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大危机过后，犹如狂风过境，寸草不生，日本经济便一蹶不振，至今仍没有恢复。然而，与日本完全相反，中国经济却一路高歌猛进，创造出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奇迹。日本黄金年代的末尾，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。一个是落日余晖，另一个是新生的朝阳，两者所蕴含的能量自然天差地别。这是无可撼动的客观规律，也是让日本人感到焦虑的源头。历经多年，日本的心态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，不愿再做中国经济上的追随者。可实际上，中国所抛出的橄榄枝向来与不平等无关。中国希望与日本构建一种互惠共赢的伙伴关系，但日本却时刻满怀忧心与疑虑，这可能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。如此一来，双方合作受阻，但中国经济腾飞的趋势不可阻挡，日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尽管这是宏观的经济政策，但日本经济的衰退将切实影响着每一个日本人。因此，面对如此窘境，日本人必须为自己树立起一个靶子，而无辜的中国便成为了最好的选择。对华好感度的下降，实际上并不仅是外交态度的彰显，更是日本国民自信力的下滑，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逃避。从日本的数据中还能看出，日本人对非洲人的好感正不断飙升，可日本与非洲的联系相当有限，这说明日本人在逃避现实，对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添加了诸多浪漫想象。世界已然发生巨变，可不少日本人依旧在用二战后的框架看待一切。当现实与理想出现巨大落差时，愤怒的情绪便不可避免。中国成为了发泄愤怒的目标。未来日本人将如何看待中国，或许仍将成为一个拉扯不休的经典命题。